今天要来复刻木村拓哉和我最喜欢吃的松露奶油卷，一起把奶油卷做成吃不起的样子吧。前一晚制作1种面粉跟水1:1，还有0.5克一点点的速发酵母，混合均匀，看不见干粉后封好保鲜膜，在室温发酵1个晚上，直到体积变大3倍以上，表面充满气泡。今天的奶油卷呢，有加入这个会呼吸的1种，发酵了一整个晚上，现在把它加进去，哇，增加风味，然后还有它的一个面团的延展性都会非常好。水的部分呢，你可以把它倒在1种的碗里面，剩下的那个酵种都把它洗出来。中筋面粉、酵母、糖、奶粉跟盐。之前有做过原味的盐奶油卷，用到法国老面，这次换个配方，用了1种 Polish。 做法呢没有比较复杂，都是前一晚拌一拌，然后你可以洗碎，让面团自己长时间慢慢发酵。加了酵种的奶油卷特别好吃，也不容易老化干掉哦。面团低速搅拌3分钟后，转成中速搅拌7分钟，到面团底部脱离钢盆。这时候加入常温的奶油，再度转成低速，搅拌到面团呢都吃进奶油后，换成中速搅拌7分钟左右，直到面团完全扩展。做测试可以拉出3指宽的薄膜。做基础发酵，以30度发酵40到50分钟。我放了湿度计，记录湿度啊，一路飙升到 88% 的过程。冬天开了暖气之后，室内真的好干哦。等待时间来做本日的重头戏——松露奶油。这一次呢，用到意大利的松露礼盒，有黑白松露盐、松露酱跟松露橄榄油，松露相关的调味料一次收集。目前有意大利松露产品限时特价活动，连结呢在影片下方。这一次呢，会用到松露片跟来自法国给 Home 的天然海盐混合的黑松露盐，还有切碎的新鲜松露跟橄榄混合的松露酱，加在一起跟无盐奶油搅拌个1分钟，混合均匀就可以了。冷藏至少半小时，让整体的风味融合。新鲜松露非常贵，松露盐跟松露酱都是100元级的调味料，是很亲民就可以享受松露香气的方式。奶油稍微整形成长方形，方便等等切成长条状。一发完成，面团呢看起来白白嫩嫩的，然后侧边呢有很多的气孔。现在来做分割，70克一个。待会呢，我要做2盘
然后做个实验给大家看，就是自制的蒸汽啊，跟烤箱自己自带蒸汽的功能烤出来有什么差别？还有就是涂蛋液会对它最后那个结毛的程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最后呢，我会做一个实验。烤培的时候加入蒸汽，会烤出外脆内软的奶油卷，同时啊，会让它的层次分开的更明显。你会看到面团呢打开那个内部比较白的部分，然后烤完呢还会牵丝一丝一丝的，称为奶油卷的结毛。食谱总共可以做12个，分2盘操作。面团滚圆后，静置松弛15分钟。入香的松露味，松露奶油切成长条状，每一条约5到7克。剩下的奶油很好用，你可以做成松露薯泥、松露炒蛋，或是切一小块放在牛排上，都超香。有了松露后，有种小确幸的奢侈感。奶油卷整形第一步，两端往中间捏起来，滚成头大、身体细长的水滴形。接着擀面棍从中间往上往下擀开，松露奶油放在最上方第一卷，两端稍微按一下，避免这么珍贵的奶油流光光。之后呢，就正常的卷起来。我喜欢看到比较多圈的奶油卷造型，所以擀的长度要够，圈数才会多。一个小诀窍，从中间开始呢，你可以轻轻的提着面团一边擀，这样面团的长度呢会比较长。这盘整形结束，去最后发酵咯。小当家，剩下一个给你做好不好？好，我帮你放松露奶油。怕我把这么贵的食材毁掉？不会啦，还有这么多，不用担心。要记得边边要稍微把它封起来。第一步又看不懂了，这怎么弄？就把它卷起来，对，盖住，盖住。对，边边这边按一按，对，好。可以用那个纯肉做吐司17擀卷。好哦，粉丝都说要看你的17擀卷。好了，我好了，快点换你。怎么那么慢？你卷得好松。我就想问这个问题。等一下给他。为什么你可以卷那么快？你的好奇怪。为什么长得？好久。这是小当家卷，这是我卷。两个完全不一样。第二盘发酵区。最后发酵温度不要超过35度，以免奶油融化。发酵40分钟。同时间，烤箱底部放铸铁锅，一起预热210度，至少半小时。那这一盘呢是要做自制蒸汽的比较，然后以及呢跟大家 showcase 一下，如果先刷蛋液的话，对盐可颂的睫毛有什么影响？所以后面这3个我先刷蛋液。第一盘是自制蒸汽法，后排呢先刷蛋液，前排呢什么都不刷，裸烤。准备沸水，沸水150ml，淋在锅子内，戴好手套，要小心哦，不要被蒸汽吓到。总共210度烤15分钟。想要面包更有光泽的话，最后5分钟，等奶油卷的睫毛层次都打开后，在面包上刷上蛋液，继续烤上色。
出炉后稍微放凉，刷上融化的松露奶油。这边呢，你看到提前擦蛋液的奶油卷啊，也是有脆皮，但是层次比较不明显，看不到所谓的睫毛。另外一盘是直接用伊莱克斯烤箱内建的蒸汽功能，插入水箱。它的蒸汽模式呢是搭配旋风烘烤，可以看到上色超快，大概12分钟就可以出炉了，甚至最后5分钟呢还要降温。睫毛出来之后，整体刷蛋液。中间多一个步骤，不过刷完蛋液后，那个烤色实在是太美了，麻烦一点，但我愿意。出炉！啊，好可爱哟，胖胖的。真的很难形容目前厨房的香气，有面包香、奶油香，还 combo 松露香气，我只能说肚子好饿哦。最后呢，再撒一点白松露盐。哇，超香的！这次复刻日本当红的白松露奶油卷，听说呢每天都在排队买这个。包入自制的松露奶油，烤的时候奶油会先被面团内部吸收，多余的部分流出来，把面包的底部烤得酥酥脆脆的。松露啊，因为加热之后香气会减弱，所以出炉之后我们再刷上一次松露奶油，补足香气，并且呢可以粘住那个松露盐。那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黑松露跟白松露有什么差别？试闻试吃之后呢，我觉得黑松露啊比较有那种菌菇的味道，然后味道就是非常明显。然后白松露呢，风味比较淡雅一点，然后有一种淡淡发酵 cheese 的味道，还蛮好吃的。而且松露也很神奇，就是你单吃啊都不会觉得它太咸哦，就会一直想要吃。这是我做过最好吃的盐可颂了。超好吃的盐，烤到金黄色、胖胖的、很有层次的松露盐奶油卷出炉。欢迎来到本集的灶咖实验时间。那我今天呢比较了蒸汽烤箱跟自制蒸汽烤出来的奶油卷有什么不一样。首先两个都非常成功，你看睫毛都很美。那蒸汽烤箱呢，它的蒸汽功能是带旋风的，所以它上色速度非常快，然后烤出来那个睫毛的间距很大，但是有点不平均。然后自制蒸汽的话呢，它的睫毛间距没有那么大，但是非常的平均。那两个呢都烤得非常成功。第二个是比较蛋液擦的时间点对奶油卷的影响。那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呢是入炉前擦蛋液的，那蛋液呢有点像粘着剂的效果，它会把面团的层次粘起来，它就没办法烤出这个睫毛的感觉。那右边这个呢是我们已经烤出睫毛层次感的时候，最后再擦蛋液。那也可以看到，虽然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既有睫毛效果，然后面包本身的光泽度也比较亮一点。那第三个比较呢，就是小当家整形跟我的整形的比较。可以看到小当家的有点胖，那我的看起来比较修长一点。我觉得在人身攻击，就是跟老师配方都一样的，做出来不一样的例子。说的非常有道理。店家的奶油卷是一般烤法，那我的版本呢加入蒸汽，比店家的多一个脆皮的口感，非常非常好吃。成功的盐奶油卷中间是有空心的哦，那是原本松露奶油的位置，里面黑黑的一点一点是松露酱，给大家听听有多脆。庆祝即将要到的圣诞节跟新年，推荐这款带点奢华感的松露盐奶油卷，吃了就知道为什么它是男神木村拓哉最爱的面包。我是巧儿，你有试做这款食谱的话，记得跟我分享。下次见喽，ciao。